各位网友，大家好！玩书走天涯，走进历史，走出现实啊！今天我们来谈一个关于中国人平均这个收入状况的一个问题。那么呢，我这边有一个图表啊，打在这个屏幕上方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那么这个表呢，反映的是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的一个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统计报告。我们就暂且认为这个数据是真实的啊。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数据能够代表中国的一个全体现在的一个概貌呢？啊，王叔来跟大家透视分析啊。首先我们看这个数据啊，这个数据主要是涵盖的是退休人员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另外就是企业的单位啊，包括国企包括民企的退休人员。第三个就是城乡居民养老的，就到年龄的啊，就是这个农村社保的啊这一块。人数这一块呢，机关事业单位啊8778人，发放养老待遇的金额是7.85亿，那么平均到摊的每个人是7452元。那么企业单位的包括国企民企的退休人员呢是1.322万人，发放的养老金额是3.69亿，是吧？那么摊到每个人是2326元。而这个农保这一块呢，就是11.94万人，发放的养老待遇金额是2.51亿，平均每个人是175每个月啊。那么这个数据怎么解读呢？首先这么解读，就是说我把山东看作是一个全国平均是有一定道理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山东这个地方大家知道是在这个就是在华北这一块嘛，对吧？那么它既不是东三省更落后，毫无疑问大家知道东三省是吧？这个在这个人口这个比较密集的这个中国区域，它更落后。那么江浙福建沿海一带那又更发达一些啊，收入更高一些。而像这个宁夏、新疆、西藏那边啊，相当于占了这个是国土一半面积的啊，像是吧这个宁夏呀什么那块，那他们这个收入更低。所以呢，这个山东又是人口大省，跟河南一样人口大省，所以它能够代表中国的一个平均的一个概貌。我觉得这是定位啊，当然不是那么平均啊，你不要说这么算的小数点多少位啊。王叔一直有观点，您要这个模糊的大致对的方向，也不要精准的大致错的方向。你搞错了方向，精准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好吧，这是王叔的一个观点啊，就是说山东省就像河南省一样，能代表中国的这个平均数。大家明白我意思吗？对吧？那么这个成武县是山东省菏泽市的下面一个县，那么中国有2800多个县，那么它这个县也算是一个平均的，它人口比较多一点，对吧？它人数上比较多，中国有的县可能人数更少，只有上10万人，它有80万人，所以它也能够代表这个县里面的比较平均的一个数字。这一块这收入这块，这退休收入是吧？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人口比例这块呢。那么我们从这个目前这个三类人群看的话，机关事业单位的体制内的人员占了5%左右，是吧？它总共是加起来大概是有14万多人，对不对？8000多人是吧？5%左右，我们说大致啊。然后企业的退休人员占比多少？占比15%左右，10%左右，没到15%的，大概10%左右，对吧？那么其他的80%。那么同样这个数字也可以推广到现在目前的在职或者公职人员，比方说这个体制内的，那么相当于5%左右，那么企业的国企民企10%左右，或者是更大一点点我们说大致数那么其他的这个农保这块的80%，就是农民就业的，那就是在城市打零工
是吧？然后城市经济平呢马上就返乡了，对吧？这种情况很多，对不对？那么这个人数也代表全国的情况，就是全国比方说有14亿人，可能这个机关的体制内的不到1个亿，这个我们平时了解的数差不多，是吧？包括退休的，包括在职的。那么企业包括国企民企的员工，那么目前也是在1个多亿，不到2个亿，对吧？这也是10%左右。那另外80%都是农村县域这种人口，那他们的收入就非常不稳定了啊。家里有田种的，那么还种点田之类的，老年人种点田，年轻人不种田的，那这个收入就没有了。如果这个中国经济不行，那么这个收入就没有了，对吧？这一块我们可以这么断定啊。这是谈到这个全体，那么在职人员的收入呢会比这高一点，毫无疑问，对不对？这个大家知道，中国这个社保按缴的比例啊，都是每年缴费比例是以这个当地社平工资的一定比例来缴费。那么总体来看，就是退休人员比在职的收入要低一点，大概低个20-30%。那如果我们看平均数的话，那就是我们把这个数字加上20-30%，就是目前在职人员的收入，对吧？好，我们再看一个这个时间，就是说这个统计时间是2023年的，那么现在到了2024-25年，那么现在经济继续下行，那这个数字，所以说我说的这个数字就可以基本上代表现在的数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退休人的工资它会上涨一点啊，到24年它每年涨个4%-5%，跟通胀挂钩，那么退休人工资肯定比它要高一点。这是目前的，就是在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的退休人员工资，包括这个其他2任人员的工资比这个要高，因为25年了嘛。但是不要忘了，其他人员的工资有的还在失业，是吧？是在下降，所以这个数字呢，我们看23年的数字，基本上就是目前当前全国的一个数字了。所以王安书的结论又来了，怎么看这个数字？我们不妨这么看他这里写的蛮好，就是正好是11.94万人，是吧？1.32万，我们后面把这个万人当成亿，就是全中国大概有10到10亿到11亿的人，那么收入是多少呢？那肯定是比这个175要高，但是高不了多少。这就印证了当年李克强在这个人大开会之后说他这个统计数据，中国有有6亿人，是吧？收入不到1000块钱，对，这就相印证。那么中国收入最高的就是那个体制内的人员，目前这个是吧？退休的，那么有8000万到1个亿，他们收入是在7000上下，人均差不多啊。那么企业这个收入那比他们要低一点，那么在职肯定会高一点，那也就是3000、5000之间，这是涵盖了中国大部分的情况，好不好？所以王安书通过这张表能够看清楚中国人的真正的当下的收入情况分析的不对地方，请大家和王安书互动，打在屏幕下方。好，谢谢大家。让你能够听到我的心，什么时候也能把我想起。